最近美國要用 Match 法案來這個封鎖中國大陸，連 DUV 的零件它都不給你了，連維修都不做了。中國大陸現在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呢？第一，它要先硬追，但同時中國大陸它還用了另外一條路線，你用摩爾定律，我就用濤定律。那麼我繞過了你所有的專利，那麼我就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條路。上海這家公司，它今年生產了5台，然後接下來馬上要交20台。其實光這個新聞出來 ，ASML 股價就跌了將近10%，這對 ASML 來說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今天呢，火線話題3個，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看到第一個，中國大陸的首批浸潤式的 DUV 即將量產了。但是呢，我們以數量來說，今年是5台嘛，那後年會是20台左右，距離艾斯摩爾現在全世界現在大約是4000台的話，看起來數量上有差距。而艾斯摩爾現在也往 EUV 2奈米的方向去做發展了。中国跟荷蘭之間現在是在追趕嗎？還是其實大陸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它正在另闢新的戰場跟賽道呢？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是，其實美國現在很憂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大陸不只是生產 DUV 而已，而且這個 DUV 需要用到80萬個以上的這些零組件。如果大陸未來都可以補齊這些自建零組件的話，包括光學材料啊，或者是 EDA 設備鏈的話，是不是等於是大陸打造了第2套的半導體帝國，再也不需要其他的相關供應鏈了，包括來自於全球的供應鏈，像是美國等等。這個是美國另外最憂心的事情了。第3件事情，我們來看美國7年的科技封鎖，原本想掐死大陸的晶片發展，結果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在晶片領域可以說現在是叫做3箭齊發。今天會來看到的，包括了 DUV 的發展，還有大陸的 EUV， 甚至是奈米壓印，是完全不需要用到任何光刻機技術的這個奈米壓印，如何走出自己新的一條科技道路？今天就這些議題會有深度的剖析。好，中國大陸的半導體自主化最新消息，昨天我們也特別提到了，它現在開始進入到了量產階段。當中備受關注的其實是這家企業，僅成立3年，叫做艾勝納。它其實呢相當的低調，到現在沒有什麼聲音哦。傳出今年首批量產5台的 DUV， 後年就會有達到20台。那麼預計呢會在這些晶圓廠來做測試，包括了中芯、華虹跟長興等等。再來，我們要做關鍵的這個一個剖析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陸的國產 DUV， 現在大家關心的是到底是哪一種 DUV 呢？跟艾斯摩爾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不同呢？那麼現在普遍研究，它是屬於193奈米浸潤式 DUV 的曝光機哦，代表說中國大陸已經進入到28奈米、14奈米，甚至是搭配多重曝光這樣的技術，可以挑戰先進製程7奈米的一個門檻了。但是我們現在也要來跟艾斯摩爾做比較，到底是另闢戰場，還是他也在追趕艾斯摩爾呢？以數量上來講，剛剛講了嘛，後年是20台，艾斯摩爾目前呢全球累積出貨4000台，如果只是單比中國大陸現在這一款浸潤式的 DUV 的話，它的出貨1600台，市占率還是遠遠的高於90%，更不要說艾斯摩爾現在的主力也往 EUV High-NA EUV 這一款方向去做發展，可以支援2奈米的製程。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大陸現在的這些新的技術，到底是不是另闢，完全是屬於中國自己的一條科技自主道路呢？委員怎麼看？對，我首先要講的是說，光刻機的技術本來就很難哦。那麼光刻機的技術，它其實是有好多零組件組在一起的。那麼大家聽到我們節目講過這麼多次，就知道說光刻機除了你要會發出這個紫外光，不管是這個極紫外光，或者是這個接下來你還要有這個鏡片做反射哦，那麼做折射啊，然後你還要有一些這個相關的這些化學藥品哦。那麼這些東西當然它就形成了一個某種程度就形成了一個技術的壁壘哦。那麼我覺得你說中國大陸在過去這些年，因為受到了美國跟西方的科技圍堵跟封鎖，那麼當然整個中國開始急起直追哦。但是在急起直追的過程當中，你說我們要一夕之間可以跨過這麼大的一個這個技術壁壘，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坦白講，在過去這1-2年哦，已經有非常多重大的突破了。那麼光剛才這個思敏跟大家講到的，我們看到上海的這家公司，其實接着包含我們可能也會講到在深圳的這一家新凱來，他們分別做的是浸潤式的 DUV 跟 EUV。那麼其實這些都是國家隊哦，就是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這幾家公司背後的股權結構，它其實都集合了中國大陸最重要的這個科技發展的資金哦，甚至這個人才哦，包含像哈工大一些重要的這個
背景的這些大學的人才全面的集中在一起。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雖然是一家又一家的公司，但是其實它是一個國家隊。那麼這個國家隊現在正在急起直追。剛才思敏說我們到底落後多少？我大概查了一下資料，就以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浸潤式 DUV， 我們在技術指標上大概我們以 DUV 對 DUV 就浸潤式 DUV 這樣的一個這個位階上，我們大概落後了 ASML 10年。那麼如果你把 EUV 一起算上去的話，我們大概落後了它将近20年，就2代的這個差距。那麼，但是你說這2代的差距，在過去這幾年裡有沒有快速的縮短？當然有啊。在2-3年前，你要是講這個的時候，人家可能跟你說中國大陸正好落後它30年到50年了。但是問題是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我們就把距離縮短了。那麼，而且我們現在看到的像這個像 EUV 的這個發展，它都已經克服了像极紫外光的產生模式，它跳過了原本的 LPP， 用了 LDP 的方式去產生，所以一步一步的我們正在往前邁進。那麼剛才我們在討論的問題是，中國大陸現在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呢？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分2個策略在做的。第一，它要先硬追，就雖然這個差距存在，可是我要努力的往前追。我硬追的原因是因為我要先保住我的生存啊。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比如說這個用重複曝光的方式來制造7奈米，其實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這個良率要很高，這個良率要達到很高很難吶。而且這個過程當中要經過一次一次的重複曝光，一點點些微的誤差都可能造成這一波的生產是全部無效的。所以用這個重複曝光生產7奈米那這個成本非常的高。可對中國大陸來講，要先求有啊，所以0到1是最難的，那1再到2，那就是另外一個階段了。所以对中國大陸來講，現在很顯然的看得出來，他們現在做0到1，用國家隊的方式，不管在沉浸式 DUV 或者是 EUV 上開始急起直追。但同時，中國大陸它還用了另外一條路線，它用了非對稱的路線來超越這個來自於西方的科技封鎖。這就是我們過去在討論的東西，比如說華為的濤定律，最近華為最紅的叫做950節點。那麼華為的濤定律，它用了這個3D 堆疊的技術去繞過了晶片的這個幾何縮尾就你用摩爾定律，我就用濤定律。那麼我繞過了你所有的這個專利，那麼我就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條路。那麼最近華為推出來的叫做950超節點，他說我一個 AI 的運算晶片抵不過你可是我人多好辦事，我把幾千個 AI 晶片，我用超連結的方式把它連結在一起。晶片的連結的關鍵的困難不是說連了就可以解決的。大家知道為什麼要1片晶片跟1000片晶片的效率上有很大的差別？因為1000片晶片呢，你的傳遞的速度會造成延遲，你就不斷的在中間傳遞，這個就是一個延遲。所以它的950超節點能夠做到的是，它快速的用這個光來做這個超連結的方式，它可以把延遲的時間縮短。所以呢，950超節點這一項技術，連 DeepSeek 的梁文峰都說，它已經可以對標美國的NVIDIA 的 GB200 跟 GB300 了，雖然價格比較高，但是我們做得到像這個就是我剛才講，它用非對稱的方式來繞過了這個封鎖。是，然後呢，包含我們現在看到的像 DeepSeek， 像最近最紅的 Kimi K3，他們靠什麼？他們靠算法，他們靠算法去突破了來自於西方的這個晶片封鎖，所以 DeepSeek 需要很少的算力，它就可以完成訓練，接着做推理。那 Kimi K3 現在更狠那麼 Kimi K3 這一波推出來的時候，它這個為了要取信全世界，它完全是從它的權重的參數到这個基礎的這個結構，它全部的技術通通都公開了，所以大家就發現說，它事實上在做這個非對稱的超越過程當中，在算法改進當中，它其實已經做了更多的突破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現在在走的是在原本的道路上盡一切的力量在往前追趕，而現在已經有很好的成果了。但是他們並不僅止於此。因為在這條道路上，在追趕的過程當中，當然你還是會面臨到這一重又一重的阻礙。我剛才講到了，最近美國要用 Match 法案來這個封鎖中國大陸，連 DUV 的零件它都不給你了，連維修都不做了。所以中國大陸它另外一方面，它做這個走進另外一條賽道，它在硬體上，在發展的理論上，在這個模型的算力上，它做了各式各樣的非對稱的這個突破的模式，就是為了希望能夠在面對西方的科技封鎖的時候，能夠用這個架構的系統也好，或者是能夠用
這個算法的改進也好，來突破來自於西方的壓力。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一系列要做這個先進製程的晶片，有2種大項目，一個就是走這個光刻機傳統的路線，另外刚剛委員特別幫我們提到的一系列這種非對稱，開啟另外一個新的賽道。那其實呢，美國要擔心的除了是中國大陸雙管齊下之外，我們也看到，我們光是講光刻機剛剛講的這一塊好了，美國現在也擔心了，說，如果說未來的光刻機中國自產化之外，還有相關的零組件也全部國產化，那會不會完全就是走中國版本了？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公司來提供相關的零組件，也就是一台光刻機需要的80萬個零組件。那這當中涵蓋的廠商包括了這些高功率雷射光源、蔡司啊。超精密平台、真空系統、光照設備 EDA， 也就是美國最近封鎖的 EDA 這一些軟體哦，上千家的零組件供應鏈，會不會中國大陸未來全部都自己做發展，再也不需要美國，完全走出自己的一條路？苑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 ASML 的一個 CEO 他講得非常好啊。如果你不賣光刻機給中國大陸的話，那麼這個是他生存的問題，所以他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他走自己的道路的話呢，原則上來講的話呢，有2種方式嘛。你剛才講的非常清楚，一個就是按照ASML的這個光刻機方式一點一點來，你剛剛講到139奈米啊什麼的，一段一段來。那另外的話呢，就是說是這個彎道超車了啊，就是華為搞出自己的這個不是按照這個原有的這種方式來，就自己做自己的這個定律啊，這個發展。我聽了以後非常感動啊！我覺得這真是陷入了中國科技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時刻啊！因為我在台大是教科學哲學的，我了解科學有2項本質啊。然後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呢，科學本身呢，大家要了解，它對我們的生活的改善是有實際的效果。那你們達到這個效果的話呢，那麼就是真正的改善。科技就是為了出現這個效果。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呢，人對於自然的了解就是有一定的限制啊。所以說呢，就是說前面一者的話呢，就是說我們要能夠達到現在這個數字非常好，就是說好說話了，就是比這個7奈米啊、5奈米啊、3奈米、2奈米啊，就覺得誰比較高精尖。那麼另外一個是強調那個方式的話呢，就是要做出自己的什麼華為的濤定律啊，或者說做彎道超車的情況。那麼我覺得剛剛聽到講說插這個 DUV 浸潤式的這個光刻機就10年，插這個極端的這個光刻機的話，就插10+10等於20。我鼓勵一下哈，我跟這個大千，我們都是希望中國的科技能夠發展到。我認為的話呢，這個10年當中3到5年的變數非常大啊。新凱來的部分的話呢啊，然後這個什麼這個其他的做光刻機的話呢，有幾個重要的因素了啊。那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這個是你非努力發展不可的，否則你不可能沒有芯片，你知道嗎？而且成熟製程的話呢，這個其實講起來就簡直就是國本的問題，這個不是國防的問題。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國家一定會想辦法鼓勵你、支持你，要找所有的人才，只要有辦法就是科產。然後第3點的話呢，我必須要強調，這是最後一關了，因為我們都知道光刻機是整個工藝世界中的桂冠啊，就是說這個是皇冠上面的一個大寶石啊。你要是突破的話，我告訴你，只要中國一突破啊，馬上變成白菜價，對，ASML就不要做生意了。所以換言之的話，如果說我們有機會一點，10年內吧，給他10年的時間的話，ASML大概10年內就要準備清算了，要倒閉了。這個就因為我們對中國人的這個生存頭腦以及能力是有信心的。对，而且其實坦白講，我覺得大概還不需要10年了，對 ASML 就已經形成壓力了。光是最近的這一個新聞嘛，我們看到的上海這家公司，它今年生產了5台，然後接下來馬上要交20台。其實光這個新聞出來 ，ASML 股價就跌了將近10%，哎，對，所以這對 ASML 來說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就像我剛才講的，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10年對 DUV，20年的 EUV，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去年在講的時候可能是更久了。短短的1年的之間就已經縮短了這麼多了，所以就像剛才苑老師講的嘛，到明年我們在講的時候，可能不是10年、20年，可能已經是3年、5年了。那麼，所以我覺得這個急起直追是可以預期到未來一定會有很好成果的，你非追不可了。是好，所以綜合2位老師也特別提到了嘛，因為現在中國大陸等於是請國家之力要來全力投入在晶片半導體這個領域的發展，所以我們也看到確實哦，現在是多路齊發，除了 DUV 之外，還有包括了 EUV， 現在也要做原型機曝光，那政府更是投入了400億美元，而且跟艾斯摩爾走完全不一樣的路，就是在光源上，它是採 LDP， 那艾斯摩爾是 LPP， 這個先前我們提過不一樣的路。再來，中國大陸有奈米壓印哦，直接把奈米圖形壓在
晶圓上面，那大幅降低大概90%的成本。如果跟艾斯摩爾來做比較的話，等於說大陸有了完全自己不一樣的路。幹哥怎麼看？好，剛剛大千講的啊，應該是就是普林科技，普林科技它幫力測科技生產了一台，那叫什麼奈米壓印機？什麼叫奈米壓印機？就是說傳統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要靠 EUV 跟 DUV， 對不對啊？但是這一次呢，普林科技他說我繞開了 DUV， 然後呢採取奈米壓印技術。它這個樣是什麼樣的一個技術？它就是說我這個原理上就是說你是要投射光線啊，但是它現在不用投射光線了，它直接壓印，把電路圖就刻在那個模板上面，然後呢像蓋章一樣壓到晶片上面。但是你會想說，圖案這樣就能夠完成嗎？對，講都是一個原理，聽起來是可行的，可是裡面要付出多少心血跟代價，以及容錯率，以及不斷的測試。所以說這裡面它就牽涉到說，如果有1個奈米的錯誤的話，你整個晶片就報銷了。然而力測科技這次在用這個東西的時候，這個晶片沒有報銷，這代表什麼？代表這是叫做所謂的彎道超車啊，就是說我繞開，你必須還是要屈服於 DUV 跟 EUV 這些曝光機的技術底下，你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的確，就是說中國的科技，它的偏差，它現在做到在2奈米以內，不需要 DUV 的複雜光學系統，可以支援小於10奈米的那種，就說線寬的加工。是像這個工程，我說一句實在話啊，我坦白講一句，這不是國家隊來幫忙的話，你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不過也的確像大千所講的，他現在的問題還是出在於說，可能光子晶片是做得出來，但是在邏輯晶片上面恐怕還做不到。所以在這個先進的邏輯晶片裡面，它這個還是不如那個一般的曝光機，那每層的對準啊，上層啊，你要對準，就是說下一層要對準上一層，每一層要層層環環相扣，不然的話它很容易就會出問題。可是它的單片的成本是原來 DUV 或 EUV 做出來的1/10，就像剛才苑老師講的，對，一旦成功，它就是白菜價了。你以為白菜價不會發生嗎？會的。3到5年之內，我覺得中國的科技不是光是白菜價這個問題，而是它在繞開 DUV 的技術之後，它一定會想出更多在腦力激盪上面，你會發現，在就說這種高階晶片上面，它會想出更多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哦，就是這樣，因為我們被美國科技封鎖了，所以我們沒有路可以走了，所以我們就堵住了，所以我們就用我們自己的方式來解決。我覺得會找到更多解決的道路，而且很快就会看得到成果的。我做一點補充啊，就是說就像剛才這個幹哥講的嘛，現在我們看到的晶片奈米壓印，它是可以做光子晶片。對，那邏輯晶片還有一點距離。各位知道光子晶片跟逻輯晶片的差別在哪裡？邏輯晶片就是我們現在常常在講的，就是 CPU 跟 GPU 哦，就是大家現在最常用的。邏輯晶片跟光子晶片的差別在於，邏輯晶片是用電子在傳遞的。那麼光子晶片是用光來傳遞的，所以其實這是另外一條路哦。就是也許現階段它還沒有辦法做到用這個壓印做出來像邏輯晶片用電子傳遞的這個相關的路線，可是光子傳遞未來恐怕是另外一個趨勢哦，因為光子傳遞可能會比電子傳遞更快更穩哦。所以我覺得其實像奈米這個壓印的這個技術哦，如果持續的走光子晶片這條路下去，恐怕也可以走出另外一條康莊大道。好，來看到中美科技戰，中國大陸最新消息，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哦 ，DUV 確定進入量產了。那可能來做這一些 DUV 的企業，現在指出神秘企業包括了余亮生還有新凱來會來做助攻嗎？艾斯摩爾是否霸權告急？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艾斯摩爾危險了，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早，
還沒有辦法追上艾斯摩爾技術，留言寫2來跟我們互動。艾斯摩爾光刻機，我們要來看到它的史普尼克时刻來了嗎？今天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現在說呢，大陸的 DUV 光刻機傳出即將量產，數十年來艾斯摩爾都是壟斷，現在迎來最大挑戰了嗎？那麼它造出來的這個光刻機有沒有可能設備未來打成一個白菜價，甚至是如何走出一個跟艾斯摩爾不一樣的新道路嗎？那麼現在也在看，包括了中國大陸的記憶體龍頭大廠這一家長鑫存儲的產能逼近了美光，加上中國大陸光刻機的突破，全球記憶體是否迎來新一輪的價格大戰？來自於中國大陸給全球的挑戰將會變得更大嗎？今天會來做深度的剖析。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最新消息，是科技媒體 The Information 所做的報道，一家獲得中國大陸政府支持的企業成功制造出了深紫外光微影設備，預計在今年就可以來做生產。那現在預估呢，會有5台的 DUV 的設備，那麼明年他說就可以進入在量產，而且擴大到20台的一個規模，代表艾斯摩爾要危險了嗎？它的技術壟斷已經時代結束了嗎？現在說呢，首批5台的國產 DUV 會給中國大陸3家的半導體企業這一些代工廠、晶圓代的大廠來做使用，包括了中芯國際、華虹，還有長鑫存儲等等哦。那麼消息一出之後，艾斯摩爾的股價立刻是重挫了8%，全球半導體族群也可以看到股價同步的受挫。那麼 DUV 現在進入量產，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說，未來有沒有可能這一些高價光刻機變成白菜價呢？這一款中國大陸的 DUV 可能跟艾斯摩爾走出不一樣的路線嗎？謝大使怎麼看？對，其實這個是一個訊息出來哈，大家都蠻關注的啊。那很多推測到底是哪一家的？我看到比較具體的推測是上海微電子，而這個機已經有機型了，它叫 SSA 800系列。那這個上海微電子這個 SSA 800系列，它事實上它如果說是單次曝光的話，它可以製造出28奈米的晶片。那如果多重曝光，它甚至可以達到14奈米或者更這個先進的這個程度。所以這個來講的話，已經接近了這個 DUV 不是 EUV 它是深紫外光機的它的這個極限了。所以這台機器是很受到大家的關注。那看起來這個消息來源也是非常非常的怎麼講，可信的。所以这個機器的出現事實上已經等於說中國大陸在這個光刻機的技術上面製造技術上已經取得了一個里程碑的一個進展。那事實上的話還有很多人就對它的性能也實在是更關切就是說它的效能怎麼樣？我看這個公布的一些數據看起來也是相當的先進。它每1個小時大概可以處理到150片晶圓片，這個速率是相當高。它的良率，這是大家最關切的，在90到95%之間，所以是相當高的良率。那公布說今年它準備生產5台，明年就要生產到20台。那當然這個速度是算是快，可是如果說跟 ASML 同類機型來相比的話 ，ASML 這一類機型2025年它就一共生產了131台，所以在這個量上面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差距。是，所以不過就是說，這個基本上它已經經過測試階段，它已經直接進入商業生產了。所以這個後面的追趕的話，可能也不會說太慢。所以呢，對中國大陸來講，這個是直接照浸潤式的這個光刻機的這個原理所製造的一個所謂的急速從後面追趕，這個已經趕到目前這個狀況，算是速度算是非常快了。那這是從所謂的集體直追。那中國大陸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路程呢？也就是說彎道超車。事實上的話，前2個月大陸也公布了一款叫這個奈米壓印技術。它走的不是這個光刻機，它是用壓印的技術。事實上也有說它最後可能也可以做到5奈米。不過就是說外界的質疑說它的良率
還有它的那個能效的部分那個數據還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覺得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在這個完全沒有光刻機的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之下，過去有做都是100多奈米的差距很大，在短短3-5年之間可以趕到目前這個進度那是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那接下來就是說要攻克的話，如果是7奈米以下的話，那可能這個光源的部分還要做更大的一個突破，因為這個叫極紫外光機。那這個其實在過去我們看的一系列的這個中國大陸有關這個光刻機製造的突破部分，其實它是一個綜合性的一個，因為上海微電子它的光源的部分，上一次看有關光源的突破是這個應該是哈工大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他們的突破，所以這個技術之間可能彼此都在互相的怎麼講資源，是，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是用舉國之力在發展光刻機，那麼這一次的那個上海微電子 SSA 800系列事實上真的讓感覺真的趕的速度是蠻快的。好，所以 DUV 終於中國大陸的部分終於是量產了。那剛剛大使有提到嘛，現在其實理論上還是28奈米，但是在多重的曝光之下，是不是可以到14奈米？甚至未來有沒有可能請教尚志哥往7奈米來做攻克呢？再來就是說，這一家神秘光刻機企業背後究竟是誰？您要怎麼看？好，其實現在中國大陸已經可以非常穩定量產的做到，就是中芯國際的 N+2就是7奈米了。5奈米的量產雖然還沒有辦法到那個隨心所欲，但也都很穩定了。它其實就是用原來艾斯摩爾的舊的它的 DUV 重複的曝光，而且有新的曝光技術，特別是華為用這個部分的他們的涛定律，等於是用艾斯摩爾的這個光刻機，但他們有新的部分的技術所以其實7奈米、5奈米其實現在很普遍，而且也是12寸大片的晶圓。那我這次我要講一下，這次光刻機是這樣子。我想光刻機很清楚了啦，雖然沒有被中國大陸正式證實，可是因為這一家媒體的 information， 然後路透社引用，在昨天為什麼這個消息出來，美國費城半導體啪大跌，艾斯摩爾在歐洲股市大跌，台北股市在我們錄影的今天跌2000點。就是因為一個是長興嘛，那個長興出來的時候，台灣的這些很多的這個我們講說這個存儲也都慘了嘛。然後另外的話就是這個消息，然後這個消息我們殺傷力這麼大，其實不模糊，其實坦白講都知道，就是這個宇亮生。其實就宇亮生這家公司，它的是浸潤的 DUV。那浸潤 DUV 跟先前大使講的那個上海微電子，它是乾式的 DUV，已經非常非常穩定了。乾式 DUV 基本上來自日本的技術然後再把它改一改。而大家特別注意這些當中的技術都不是照抄，都要避開日本跟美國的專利，自己重弄一套所以這裡不只是廠商在研發，還有這些大學裡頭哈工大那些帶有很多的理論數據在裡頭。好，宇亮生大家特別注意，我想在我們節目之前談很多事，不是講說新凱來也在做嗎？有。新凱來現在確定新凱來沒有做光刻機，但是新凱來做光刻機跟它很直接相關的刻蚀技術、薄膜沉澱技術，這是配套的。而新凱來是宇亮生的母公司，它投資了宇亮生，所以中國現在就是在做浸潤光刻机的就是宇亮生了，而且背後還有上海國資委，就國家的大的投資基金在這裡頭，所以它的進度什麼都不用跟外面報告。那現在這一次會披露出來，主要就是它因為已經年底前要做出，剛剛講年底前要做出5-6台，然後要提供給包括上海中芯，他們要上機台，已經要去生產了。各位，我們對於這個光刻機搞不清楚，為什麼說會對全世界那麼重大，對艾斯摩爾重大影響？一台光刻機，你不要說 DUV、EUV， 裡面有70萬個零件，70萬個零件以艾斯摩爾來說，是全世界美國、日本是幾萬個公司提供的。好，中國大陸難道宇亮生自己做這些零件嗎？所以說這個光刻機意味着中國能做的話，表示中國也能做出10萬個、70萬個零件。這個當中是一整個供應鏈，每一樣東西，剛剛講刻蝕、薄膜沉澱，然後另外還有這種清洗。每一樣都有技術，每一樣背後都有公司，族繁不及備載。
所以呢，這個部分是大家對於全世界光科技，所以你也不是一台機器，它不是一台印表機，各位。所以這個當中的影響性，大家要特別注意，它的衝擊就這麼大。是，好，我們這樣講，光科技真的是最重要的第一名。如果中國大陸能夠慢慢趕上，它現在距離艾斯摩爾還很遠啦，但是它整個70萬個零件都有了，你覺得後面呢？追的速度就更快了。我們盤點一下，其實最近好多東西，我覺得值得跟大家說一下哦。第一個，中國大陸我们來看有哪個？第一個光科技嘛，哈。第二個，我覺得已經追上的就是晶圓生產的成熟晶片，28、14奈米這些其實量最大。中國大陸在前2年已經多到包括把台灣打敗了哈，把聯電、台積電就全世界在賣，已經賺多少錢？現在中國大陸科技的出口獲利最多的就是成熟晶片。第三個是什麼？就是存儲。我想存儲，待會我們會討論這幾天的就是長興科技，人家不只是做 Flash 的或這個，人家是包括 DDR5 的技術跟全世界同步在追上了。最近還包括什麼？就是主要是 HBM。HBM 呢真的是非常關鍵，最近它是這麼漲，也就是因為如此。那除此之外，我想包括 AI 的這個機櫃。華為這個昇騰晶片，還有它的機櫃，AI 的大數據模型，還有大家很少討論的先進封裝，跟下一代、第3代半導體，這個中國大陸的很前面哦，甚至不會輸美國，同步的部分在進行。我想這些其實都是值得，包括第3季、第4季也都會有很多新的哈，除了 Kimi 這個大數據模型之外，還有好多，包括 DeepSeek 的 V4哈，全部都要出來了。我覺得到年底之前會把全世界的科技類股狠狠打臉一大波。好，中國大陸的科技業現在看起來百花齊放哦。那剛剛講了嘛，影響到今天這個股價，全球的晶片股、類股、半導體類股的股價全面下挫的原因，除了說大陸的這個光刻機 DUV 釋出來之外，就是要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記憶體的龍頭這一家長興存儲也有公布了它的重大突破，公司掛牌哦，成為今年亞洲規模最大的 IPO 之一，股價一口氣暴漲了466%，甚至市值超越了英特爾，成為中國大陸 A 股市值最高企業。那他預計說，今年來產的這個晶片量是35萬片的晶圓，那麼只比美光少了2萬多片。目前我們來看全球的半導體的市占，來看到 CG 第一名是三星電子，大約60到65萬片；第2名同樣也是韓國的 SK 海力士哦，第3名則是美光了，最後是長興存儲。現在說未來這個第4名的長興存儲可能超越第3名的美光科技，記憶體會不會也出現了所謂的白菜價，對美國造成威脅呢？將軍又怎麼看？這長興存儲它的發展的模式，我認為跟中國大陸一貫的發展模式哦，先攻佔市場，先不要強調利潤，你先攻佔市場，有市場之後再談利潤，所以這個邏輯哦，它是一直掌握住。我們來看這個大疆無人機，大疆無人機就是這樣，它現在在全世界的市占率70%到80%之間，你看這個碾壓全世界了。在美國好了，我們講到消費型的無人機跟商業型的無人機。在美國也占了70%到90%，那碾壓全部了嘛？你一個人就通通被你占光了嘛？那我先有市場，那我以後再賺錢。為什麼？因為其他的都被我打敗了，是這樣子啊。那我們看新能源車、電動車，中國大陸在歐洲的市場目前的大概市占率大概9%到10%，是這樣。那已經踏出第一步了。然後在英國占15%，你看多不多？我們只講的車子哦。你看歐洲的，包含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都是做車的哦。中國大陸已經打入了。那現在的話，換句話說，2030年呢，中國大陸的這個車子大概要占在整個歐洲市場，包含英國要占16%。那這樣的話，超過日本跟韓國的總量，在歐洲的車的總量，它一個人就碾壓了日本跟韓國的總量。那我們現在看長興存儲，長興存儲它現在是在第4名嘛，對不對？它輸給三星36到37，輸給海力士，然後第3名它輸給美光，它第4名。它現在第4名大概在9%、10%哦，但是你要看出來哦，先求市占率的DRAM，這個市占率出來之後，先用合理價，用合理價，我的利潤不高，但是等到市場攻占呢，就跟我剛剛講的，包含大疆無人機，包含新能源車，那這一個同樣的長興存儲之後，我們按照經濟學的模式，對，按照這個凱因斯跟亞當·史密，這供需啊，因為價格機能是一個看不見的手，由供需決定。但是我價格越低，變成我的需求會越高。為什麼？
我的市場就這樣子啊，大家來供需嘛，我價格高，市場市占率小；我價格低，市占率大。他就按照按照这個步驟走，前面有了，前面是摸了石頭過河，大家看到前面的模式來走，那長興存儲是不是將來當然要先把美光弄打敗，然後再來海力士，到最後面才是我们所講到的三星，它一步步來，這樣慢慢攻佔，所以是不是又大家講呢？就是美國商務部長講的，變成產能過剩。我喜歡講那個講那個4個字產能過剩了，因為它整個量產出來啊，報酬規模就展現了，這個時候才瞧利潤。所以看它整個的一個發展邏輯，中國大陸一直走這些模式，這些模式還屢試不爽，其他國家還沒有辦法，因為其他國家可能要在整合上，尤其在人力支出，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原料、人力支出、裝備、廠房，包含土地，你這個是做任何產品的4個大條件。中國大陸在這個人力資源、人力的成本上就是比較低，那比較低，成本低，那就有競爭力，那競爭力就出來了。所以它的發展模式，我認為一貫的發展模式不會變。觀眾朋友關心啊，晶片戰起風了，艾斯摩爾拉起了警報，示警了中國大陸的晶片風險。今天特別來看到北京3箭齊發，包括了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中國版本的 EUV 光刻技術正式的亮劍，包括了先前談到的濤定律，還有奈米壓印同步3線突破，晶片霸權會不會全面改寫呢？今天就這些議題來做深入的剖析，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做留言互動。如果您認為這個大陸的光刻機 EUV 加濤定律這一些可以打破艾斯摩爾的霸權，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目前還要再持續觀察，或許還要好一陣時間，那麼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做互動。過去幾年，我們知道美國聯手了，不管是荷蘭或者是日本，透過出口管制不讓中國大陸取得 EUV 哦，當然了，大陸也就沒有辦法這麼順利的來發展它的先進 AI 晶片的發展，但是現在要來關心到這個關鍵節點，2026年的下半年，整場晶片戰吹起了一個完全的新風向。來關心到的是最新消息，艾斯摩爾現在擔心了。先來看到15號，也就是今天哦，艾斯摩爾會來正式的公布它的最新財報。但是呢，在財報公布之前，市場現在已經提出了許多艾斯摩爾現在面臨的風險。雖然看到它的訂單因為受惠於 AI 可以滿載到2027年底，但是現在市場首度的說呢，艾斯摩爾對中國大陸的威脅跟風險的部分已經發出了強烈的示警哦。原因是他們現在很擔心中國大陸快速的發展它在晶片上面的領域，所以呢，我們來看到它要求擴大中國出口的限制哦。這個對於中國來說有什麼樣的影響？對於荷蘭來說有什麼樣的影響呢？首先，荷蘭的 EUV 不能賣，那麼 DUV 還會面臨進一步的限制，這是荷蘭卡在美國跟中國之間最尷尬的問題。另外一邊，荷蘭還要面對的是大陸，它在加速發展它的半導體自主化，所以荷蘭現在也在想啦。艾斯摩爾說：“中國大陸未來到底它的角色是什麼？它會是我們過去就像是過去一樣最大的客戶，一度佔我們營收佔比超過40%嗎？還是中國未來會變成我們艾斯摩爾最大的風險呢？”好，我們看艾斯摩爾的動態，等一下一起來做剖析。艾斯摩爾之所以緊張，我們要來看到這個中國大陸啟動了一系列在半導體還有晶片相關的計劃。首先，中國版本的半導體曼哈頓計劃早就已經啟動了，當時祭出的是1000萬的高額簽約金，不管是挖角來自於艾斯摩爾的工程師，或者是輝達的工程師，把他們研擬進來哦，默默的在這邊做研發。他們有一些人就是用匿名的方式，甚至是用改名的方式在裡面做研發。最受矚目的，今天要來看到的這一位是前艾斯摩爾的科學家林南，他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因為他主導的中國的 EUV 曝光機呢，也就是中國版本的光刻機 EUV， 在今年秋天就會來正式的亮相了。那麼林南所雖然他是這個前艾斯摩爾的科學家，但是呢，我們看到他在發展光源上的時候，他並沒有用到艾斯摩爾的光源技術，是完全走中國版本的技術的。艾斯摩爾的光源技術，這個等一下請委員來幫我們稍微理解一下，因為這比較深哦。它採用的是 LPP 的雷射打息低光源技術，但是中國版本的技術採用的是 LDP 的雷射誘導放電光源。換句話說，是跟艾斯摩爾的光源
源走完全不一樣的路哦，希望避開艾斯摩爾的限制，同時也降低技術的門檻。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艾斯摩爾可以說首度對中國發出這麼強烈的一個警報，現在他的問題也非常的尷尬，他不能賣 DUV。DUV 也受到相對的限制，但是大陸正在推進它的中國版本的曼哈頓計劃 ，EUV 今年秋天會亮相。未來這個中國大陸到底是它的朋友還是它的威脅？那中國自己走自己的 EUV 還有 LDP 的光源路線，會不會成為挑戰艾斯摩爾霸權最大的威脅？委員怎麼看？對，當然啊，就是說 ASML 最近的財報之所以這麼漂亮的原因，是因為美國跟這個西方勢力封鎖了這個中國大陸去購買 EUV 的可能性。所以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所有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廠是全面的瘋狂掃貨，掃什麼？掃 DUV， 甚至連二手的 DUV 都一起買哦。那麼 DUV 當然比起 EUV 来說是低一階的哦，但是畢竟如果在沒有 EUV 的情況之下，它當然要這個庫存到足夠數量的 DUV。那麼因此你就會發現說，在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市場光是買 DUV 這件事情就佔了 ASML 營收的40%了。所以呢，中國大陸對他來說算是一個相當大的客戶。可是美國的进一步的法案就來了，美國的那個 Match 法案，它現在是要求說 DUV 也不准賣，連零件也不准賣，連後續維修都不准做，就是完全切斷中國大陸跟 ASML 之間的關係了。所以中國大陸其實早在這個去年就已經開始展開了所謂我們講的這個曼哈頓計劃，甚至更早。而且如果我沒有記錯，當時扛起這個曼哈頓計劃的最主要的是華為。那麼他們當時用高薪去挖了很多 ASML 的科學家，有打造 DUV 或 EUV 經驗的科學家，秘密的在深圳組成了一個這個基地，開始進行相關的研發。那麼研發這個 EUV 我要跟大家講說 ，DUV 叫做深紫外線的這個光刻機。EUV 叫做極紫外線光刻機，所以呢，其實最重要就是那個紫外線，那個紫外光怎麼產生是一個關鍵。對，所以就是剛才思敏跟大家講的嘛，你看到的 ASML 所用的技術是什麼？叫做 LPP。什麼叫 LPP？ 叫做雷射打錫滴。我要跟大家講，簡單一點來講就是所有現在這個西方所做的 EUV 跟中國大陸接下來要做的 EUV， 他們的極紫外光都是透過錫這個金屬被刺激，然後呢釋放出來的這個光，這個紫外線光。所以呢，西方他們所採用的叫做這個雷射打錫滴。什麼叫雷射打錫滴呢？他們用很高功率的二氧化碳的雷射在空中精準的轟擊高速落下的微小的錫的這個一滴一滴的錫，這個滴下來，用這個二氧化碳的這個雷射去轟擊，每秒要轟擊5次。然後呢，借這樣的方式讓錫滴變成電漿化了，因為它在高空中被雷射打到了，它馬上就變成電漿，一變電漿，它就激發出來13.5奈米的這個極紫外光了，就是我們現在需要的這個光源就雷射光源的重點。可是各位知道這個有多難嗎？就是 ASML 所掌握的這個技術的確很難對，我剛才說過，它要擊中每秒5次高空落下來的錫滴，難度是多難？我跟大家舉個例子，它相當於在什麼？在暴風雨裡頭，你要用雷射擊中2次在空中飛行的乒乓球，然後你要用在暴風雨中，你要這樣精準的擊中，這非常的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是一個技術的門檻可是對中國大陸來說，他們很聰明，就是對中國大陸來說，他們已經想到了另外一個賽道，就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叫做 LDP。LDP 是什麼呢？ LDP 就叫做雷射誘導放電。那雷射誘導放電是怎麼做的呢？一樣是錫，可是呢，我不要這樣做了，我用低功率的雷射先去射擊什麼呢？先去照這個擺在電極上的錫的膜，然後呢，你讓這個錫的膜變成電漿，然後變成電漿之後，你再通過高壓電，然後衝擊它，去造成這個電極放電，然後你一樣可以得到極紫外光。但這2個的差別在這樣就以中國大陸用的方法呢，難度是算中等了，相對簡單，功率大概是250瓦。
那麼 ASMO 的可以達到500瓦，是，但是中国大陸現在先從250瓦，因為當時 ASMO 也是從250瓦慢慢往上拉高的。那麼現在是哈工大、哈爾濱工業大學，跟這個上海的這個光機所這2個單位現在在全力做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用 LDP 這個方法結構相對比較簡單耗能也很低，成本也比較低，那麼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零組件都可以國產化。是，但是大家可能覺得說，哎呦，那我現在有 LDP 了，我終於可以造极紫外線的這個光刻机了嗎？沒有，還沒那麼簡單。它中間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技術，就是光學反射鏡了。各位知道，這些光一旦生成之後，它還要通過光学反射鏡去精準的去打到的这個晶片上的某一個點然後才能有所謂光刻的這種效果嘛。那問題是，所有的 EUV 所有的這個深紫外光幾乎會被所有的物質吸收，所以你不管透過什麼樣普通的這個反射鏡它都會被吸收掉，所以它沒有任何反射，也不會有折射，什麼效果都沒有。所以因此，這個關鍵技術掌握在誰的手上？就是蔡司的手上了。因為如果你要達到不要被吸收，而可以讓這個極紫外光順利的折射，你需要用幾十層原子級的平整度的一個叫做木細多層膜的反射鏡，而這個反射鏡就是握在蔡司手上。那麼現在中國大陸正在攻克這個技術所以我了解的是，中國大陸現在的這個曼哈頓計劃，他們的目標是2028年，他們可以正式的打造出來 EUV。當然，可能明年我們就看到了原型機了。可是你原型機還要進行量產你中間還要有個過程。那你說中國大陸因此這幾年就撐不過去了嗎？大家別擔心。第一，我剛才跟各位講了，他們已經在市場上瘋狂掃貨了，他們手上的 DUV 已經買到连二手的都買回來了。那你說没有零件有什麼關係？你就拆你現在現有的二手的 DUV 去換零件就好了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第一，它現有的 DUV 已經夠了，所以它不至於在未來的2年有太大的問題。第二，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華為的韜定律，華為的韜定律開了另外一條路，我不用把晶片變小我為什麼一定要走到5奈米、3奈米、2奈米呢？我一樣7奈米，我14奈米，我會折疊。我要追求的是邏輯折疊跟封裝技術，那麼我就繞過了要讓晶片變小這件事。我就算沒有 EUV， 我一樣可以打造出來屬於我自己的晶片。各位，我們剛才最近這段時間在討論的華為的一系列的晶片，都是在韜定律上這個基礎來做的嘛。那麼你更不用講說現在還有3D 列印那當然，這個3D 列印技術不只是中國大陸在做，日本也在做，但是3D 列印技術現在只是剛開始所以其實在未來這幾年裡頭，我覺得對中國大陸來講，他們要打造 EUV 已經是他們所下的一個決定了，這是一個國家的政策了，由華為來扛起這個重責大任了。那為什麼 ASML 怕呢？因為這世界上沒有攻不破的技術關卡的，只是時間問題就當中國大陸能夠打造 DUV 或者是 EUV 的時候，它就會成為 ASML 在市場上的競爭者它不但沒有少了一個大客戶，現在還多了一個競爭者。那你說對於 ASML 來說，它是何其為難的一個重大的損失呢？好，謝謝委員。那觀眾朋友，我們留言區留言如果你認為艾斯摩拉警報，記得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還要觀察，留言寫2。同樣的問題也請教鄭總編。我覺得艾斯摩這個擔憂確實是這個正在發生的事情。那就像剛才這個委員講的，很多一些有關光刻機方面一些技術細節，那我們就不針對這些細節再講。我只記得去年9月的時候，好像中國大陸第一台 DUV 光刻機出來嘛，當時由中芯國際把這個原型機拿去試用，那據說那時候可以做到28奈米，那未來有了以後，它會持續精進技術，特別在今天講到這個 EUV，是更進一步，那它的發展，我認為它是這個目標和未来這個時程，其實已經初步已經確定會有一些什麼樣的一個效果。我覺得大家要注意到，中國大陸是一個舉國體制，他想搞的東西，特別這種國家戰略，幾乎沒有做不到的。包括他以前缺乏人力物力的時候，他1960年代，他可以自己搞出原子彈、氫彈，還有戰略核武。那就算這幾年我們常常講的中國航空工業這個心臟病問題，一直是它的一個頑疾。但你看這幾年，它這種小涵道的高性能噴射發動機，從渦扇10、渦扇15，
陸續出來，Wolfson 這個19等等，即使是商用型的，現在長江1000這種大涵道的商用型發動機，是它也在積極發展，未來可能供应它大飞機使用哦。那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因此這種光刻機只是它整個國家這個發展重點科技其中一個環節。那以往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國家越禁止、越打壓，它往往可以開出一個中國大陸從無到有自己的中國花朵。因此從這樣的一個模式，我認為，發展出光刻機，而且是獲得一些中國特色技術挹注的光刻機，那這個一定是這個我認為成功率是很高。因此，這個對於艾斯摩爾來講啊，這個噩夢或許1-2年還不至於成真，但把時間拉長到可能5年甚至10年，那中國大陸可能會具備獨立的光刻機研制能力。到時候整個國際市場就不是艾斯摩一家獨大的局面，當然對它未來發展來講，這是很大很不利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類似產品通常會有極大的價格優勢，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白菜價。那到時候西方這些這個寡頭企業如何維持它的高獲利，這個勢必難以為繼。好。所以也代表說，美國的晶片戰還有對中的晶片封鎖已經完全失效了嗎？等一下請幹哥來幫我們看。那其實呢，剛剛盧委員幫我們講的，除了這個中國大陸自產這個 EUV 國產大陸版本的可能在2028年有亮相之外，現在另外一條路線就是它完全不需要用到，不管是荷蘭的 DUV 或者是 EUV 的2個技術，包括第一個委員剛剛提到的陶定律，這是華為的陶定律。第二個事情就是大陸的壓印奈米壓印。不用 DUV 也不用 EUV 哦，它是把電路壓印在晶圓上，那麼它這個渴望比傳統的曝光設備降低大約90%左右，那麼這是指設備成本哦更低了。那這個幹哥又怎麼看？好，它除了陶定律之外，有一個壓印原理哈，就是說它是誤差控制可以到0.5%以下，然后偏差小於2奈米，你就覺得說可能嗎？只要是中國人，絕對做得出來。所以這個叫什麼？叫做奈米壓印技術。大家就會想說，它只要一次壓印啊，它就可以複刻了。它到複刻之後，它就可以，它就不用 EUV， 也不用 DUV， 它都不用這些技術，它只要一次複刻，它就可以成功。但是你這樣子講，好像很快就過去了，有點草率。裡面一定會有良率問題，裡面還有生產產量問題。你用這樣做出來的東西，它良率是不是能夠跟得上？但千萬不要忘記，中國人最會做什麼一件事情，叫試錯。錯了是不是？沒關係，我改。又錯了，我再改。總有一天我會改到可以容許量產的那個地步。這個就是你說中國人的韌性，有時候你真的覺得說，我現在要馬上生出產品，做得出來嗎？可以做得出來，但是品質有沒有達到那個要求？可能達不到，但沒關係。我們可以試錯，這其實老實講一句，陶定律也是在一樣這種邏輯折疊的技術下面去慢慢發展出來，你就會覺得說，為什麼黃仁勳他會害怕？他就講那個話，他說：“我跟你講啊，我們 NVIDIA 本來在中國有90%的市場，現在已經趨近於0了。”對，他講的話好悲情啊。怎麼這麼大的一家公司，半導體公司，結果現在已經快沒了？他說對，就是因為川普你的這種打壓嘛，而且你這種打壓，他說什麼？這種打壓叫做本末倒置，你會造成中國自己找出一條路出來。那所以說，如果說他這個壓印技術跟陶定律，它都能夠在2031年的時候，能夠真正的，我們現在先不要看到2031年，對，我們就看今年秋天要出的華為 Mate 90新機，它是用麒麟的那個晶片，你就看看到底華為做出來的結果是不是真的應驗了所謂的陶定律，或者是像這種壓印技術，真的能夠成為未來大陸晶片市場的主流，就可以知道說它的潛力可不可以達到它2031年的要求。我覺得今年秋天的那個新的手機的發布會，真的很值得我們拭目以待。